纪念日的那个晚上，丈夫为了能多挣3倍工资，跑去给人家修空调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夹起一根已经发霉的挂面，艰难地往嘴里塞，心里还在盼着，就差几千块钱了，马上就能凑够30万的首付。突然，手机亮了，原来是父亲在直播。镜头里，本应该在修空调的丈夫，却穿着笔挺的西装。他正站在抗癌成功的影后姐姐身旁，镜头往上一抬，只见百架直升机划破夜空，在空中拼出了夫妻同心4个大字。父亲站在游艇的甲板上，脸上满是幸福的泪水。他望着那2人相互依偎的背影，哽咽着说：“女儿的病好了，我们一家终于团圆了。”刹那间，烟花炸裂，夜空变得绚烂无比，如同梦境一般。我手中的塑料筷子啪的一声断了，汤水溅得满桌面都是。我吞下了流产药，拨通了小城中介的电话。30万能买间房子吗？中介兴奋得不行，赶忙说道：“姐，15万就足够了，这小地方房价低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应道：“那就定了。”我们约定好7天后去签合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办理转让手续。之后，我直接下楼买了打胎药，在厕所里，我流了3天血，终于把孩子彻底流掉了。这几天，齐浩川给我发了10几条消息：“老婆，主家的电路出问题了，我帮忙检修，人家说给我3倍工资呢。你点个外卖吃吧，等我回来给老婆买点补品。首付的事儿别着急，挣钱的是我来，你和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”要是搁以前，听到这话，我肯定幸福的晕头转向。可现在，我只是冷静地按灭了手机屏幕。就在刚才，影后姐姐更新了动态，在阳光明媚的白色沙滩上，铺满了9999朵玫瑰。她身着一身昂贵的定制裙子，手指上那颗10克拉的全美方钻，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。我想起结婚的时候，齐浩川说不想委屈我，便带我去了一家手工坊，团购了59.9块2只的纯银素结戒，我现在还戴在手上。我顺手就把戒指拔下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对了，还有那本假结婚证。第3天，齐浩川回家了，看到我脸色苍白，他心疼地皱起了眉头：“怎么了，老婆？是不是又背着我出去打零工了？”他急得像个没头苍蝇，捧着我的脸，仔细地端详着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，脸也有点发青。我低下头，看着他身上那脏兮兮的工装，袖口上沾满了厚厚的尘土和泥斑。以前我肯定会心疼他，想着让他赶紧把这身衣服脱下来，我好拿去好好洗洗。可现在，我突然发现，这衣服虽然脏，却没有一点汗味，而且穿在他身上也不太合身。我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”他松开了手，一脸错愕：“我怎么会瞒着你呢？老婆，你太不信任我了。”接着，他把那一束乱糟糟的花递给我，看，还给你带了花回来。那花稀稀拉拉的，根本不成数，包花的纸居然还是几张健身房的传单。我曾经说过，只要他有心，送什么我都会开心。或许他只是一时在婚姻里迷失了，又或许是被别人算计了。我呆呆地看着那花，说：“浩川，只要你愿意说出来，我都能原谅你。”我的心紧张得砰砰直跳，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。他敷衍地说道：“好了，不就是纪念日没陪你吗？以后每年纪念日我都陪着你，好不好？”我刚想开口说点什么，这时电话响了，他看了眼屏幕，立马扔下花，溜到阳台去接电话了。这个房间的隔音很差，他讲电话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。玉婉，身体怎么样了？你爸说该要个宝宝了，愿不愿意给老公生个大胖儿子？
影后怎么了？还不是得让我把肚子搞大？他的语气轻佻又放肆，和在我面前时的诚恳与笨拙截然不同。直播里那个清俊风流的男人，和在我面前这个伏低作小、抠抠搜搜的男人，此刻身影完全重叠在了一起。哦，我趴在床边，吐得昏天黑地。齐浩川挂了电话，烧了热水，拿毛巾帮我擦嘴。这才2个月，怎么孕吐这么严重？他不知道，孩子早就已经被冲进下水道了。下午，他依旧穿着那身脏兮兮的工人服，不过他洗了脸，刮了胡子，还喷了香水。他指了指灶台上摆着的一盒糕点，那是我之前摆摊剩下的，多谢老婆给我做的爱心甜点。他嘴角挂着笑意，借口去客户家通下水道就出去了，完全没察觉到我情绪不对劲。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保洁群里的刘姐发来了消息：小莲呀，你上次是怎么保养红木家具的？主家说家具开裂了，现在要你赔一大笔钱，你快来看看。我的心猛地一跳。到了别墅，刘姐一见到我就拉着我往客厅走。那套红木家具价值千万。刘姐皱着眉头，指着家具说：你闻闻，是不是有一股刺鼻的味道？小莲，你是不是用错清洁剂了？我走上前闻了闻，一般只有马桶清洁剂才会散发出这种味道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是我干家政都4年了，不可能分不清清洁油和清洁剂。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我向来不在家里装监控，不过现在看来得装一个了，专门拍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小偷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脊背一下子僵硬了。穿着白色礼裙的赵玉婉抱着胸站在我身后，她那张艳丽的明星脸满是对我的打量。爸爸要是知道他的女儿居然去干保洁，得多丢人呀！不过也是，到底是小三生的，就只能干这种下贱的活。我的拳头渐渐握紧了抹布。我不是小偷，我妈也不是小三。外面车辆的灯光一闪，他没了跟我继续纠缠的兴致。这套家具是爸爸送给我的结婚礼物，你赶紧给我修复好。我记得你妈妈以前是甜点师吧？要是干不好，我就把你妈留下来的甜点配方全烧了。他比划了一个打火的动作，然后朝着别墅门口跑去。浩川，你今天回来的好晚，今天休息的怎么样？给你带的糕点尝尝。齐浩川牵着赵玉婉走进来，他手腕上那块价值100万的百达翡丽晃得人眼睛都发晕。他走到客厅时，脚步突然停了一下，目光扫过红木家具。都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套家具别让那些保洁随便碰。好好的东西都被糟蹋成什么样了？赵玉婉娇声撒娇道：我这不是想给你省点钱吗？你不会嫌我笨吧？齐浩川宠溺地笑了笑：庸人没用，又不是你的错，你呀，永远是我的小笨蛋。我正蹲在沙发后面，低头擦着沙发腿，听到这些话，动作一下子停住了。齐浩川突然一把抱起赵玉婉，坐在了主位上，四周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所有的佣人都很默契地离开了，各自回房。我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恐惧，我几乎在祈求，千万不要是我想象的那样。下一刻，隐约传来衣料摩擦的声音，赵玉婉娇滴滴的声音传来：爸爸说让你给我个孩子，你还真听话啊。齐浩川低沉的声音夹杂着轻微的喘息：我们结婚不就是为了给2家生个孩子吗？赵玉婉哼笑了一声，语调黏腻：只有我们的孩子才配继承2家的产业。眼前一件件衣服掉落在地上，我坐在地上紧紧地抱住自己。这一刻，我才彻底明白，齐浩川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我。3年前，高考前夕，我被赶出了家门，因为没有文凭，只能去干打扫卫生的活。有一次，
我被分到一栋年代很久远的老别墅里打扫，在那里，我碰到了正在修电路的齐浩川，一个是保洁，一个是维修工。我以为我们是同一类人，稀里糊涂的就对他有了好感。之后，两人相互依靠，相互取暖。他抱着我，跟我说：“赵岩，咱俩都是穷人家出身，谁也别嫌弃谁。”就因为他这句话，我拼命接更多的活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省吃俭用租了个小出租屋。他看着我，轻声讲：“阿岩，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家了。我小时候爸爸就不要我了，长大以后更是无依无靠，这么多年一直到处漂泊，居无定所。我还以为自己终于有个家了。半年后的一个晚上，他紧紧压着我，要得特别狠。我鼓起勇气，红着脸跟他说：“咱们结婚吧。”他在最激烈的时候释放了，声音低哑地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往下掉。他吻着我的额头，问：“傻姑娘，哭啥呢？”我抽抽搭搭地跟他讲：“我妈一直爱着我爸，可我爸是有家庭的人，他一直都不知道，被人叫了一辈子小三。他快不行的时候，就盼着我能正儿八经的嫁人。”他身体猛地僵了一下，接着又亲了亲我的额头。第二天，他就带我去拍了结婚照。他说他有个哥们在民政局，这2天情人节不好约领证的号，他就托关系帮我们把证领了。第3天，我拿到了那个盖着钢印的红本本，我兴奋地在屋里跑来跑去，趴在阳台上大喊大叫：“我们结婚了，我们结婚了！”没有1分钱彩礼，也没有风光的10里红妆，就在这么一个屋顶会漏水、厕所紧挨着灶台的小破屋里，我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托付给了他。可现在，我的思绪被眼前突然飘落的内裤打断了，估计是齐浩川走得太急，都没来得及换内裤。我给他买的那种10块钱3条的便宜内裤，就这么轻飘飘地落在我眼前。紧接着，2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，就像交织在一起的噪音。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，疼得厉害。我忍不住趴在地上，捂着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那2个人腻歪了一会儿后，又一路搂搂抱抱地上了2楼的房间。从始至终，他们的身体就没分开过1秒。我跑到厕所，浑身发抖，忍不住拨通了齐浩川的电话，嘟嘟嘟响了10几声，他居然接了。老婆，咋啦？我在菜市场买菜呢。他那边声音有回音。晚上下班你来接我吧，我还有2小时就忙完了。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行，你等着我。1个小时后，他急匆匆地从楼上下来，喊住管家，给婉婉炖点雪蛤和燕窝，等他睡醒了送上去。员工餐还有剩的不？给我打包点。管家有点为难地说：“员工餐剩下的都凉了，本来打算倒掉呢。”齐浩川一点都不在乎：“没事儿，不用饭盒，用塑料袋打包就行。”他走了以后，又过了1个多小时，赵玉婉才穿着睡衣慢悠悠地下楼。管家小心翼翼地提醒他：“先生吩咐晚餐加了2道汤，还特意嘱咐我一定要让您喝了。”赵玉婉满不在乎地应了一声：“浩川就是瞎操心，我身体早就好多了。”管家陪着笑脸说：“先生这是关心则乱。”赵玉婉被哄得挺高兴，看我的眼神也没了中午那股敌意。“行了，你这几天的工钱就当补贴买家具的钱了。”我强忍着，最后啥都没说，蜷着又红又肿还发痒的手走出了别墅。突然，有个东西砸在我背上，我回头一看，地上是一本发黄的书。赵玉婉那副样子就跟打发要饭的似的，满脸嫌弃地说：“这破玩意儿送你了，在我家看着真碍眼。”她笑的那叫一个开心得意。我畏畏缩缩地捏着那本书离开，感觉自己就像只生活在下水道里的老鼠。就在这时，
手机铃声突然响了，我接起电话，齐浩川那声音又欢快又亲昵：“老婆，你在哪个别墅干活呢？我骑电动车来了，保安死活不让我进去，你快来接接你亲爱的老公。”我走到门口，就看见他正冲我挥手。他身上穿着那件破旧的工作服，头上戴着我给他买的粉色安全帽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双手套递给我，拍了拍电动车后座说：“快上来，老公带你回家喽。”我戴上那暖乎乎的手套，抱住他的后腰，听着风在耳边呼呼地吹。我以前一直以为这就是爱情，有人给你做饭，有人接你下班，可现在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我的眼眶不受控制的又肿又红。拐进小区的时候，齐浩川突然问：“你在谁家做保洁呢？”我把头贴在他背上，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：“那个癌症治好了的影后赵玉婉。”他就跟被人掐住脖子似的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接着他讨好地把打包的员工餐摆在我面前：“老板人好，让我自己打包，你尝尝。”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是难得的好菜了，我舍不得浪费，一口一口吃完后，抬起头问他：“浩川，你真的没啥想跟我说的吗？”他抿了抿嘴唇，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坚定：“没有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心彻底凉透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去接保洁的活，一门心思研究古法糕点，一边在网上开直播做糕点，一边在集市上摆摊卖。古法糕点又费时间又费材料，不过我花了好多心思去复刻，所以定价挺高的。一些城里的有钱人觉得味道不错，开始经常找我订购。齐浩川还装模作样的替我高兴，他知道我妈以前就是做糕点的，我一直有个开糕点店的梦想。他帮我打包，我也没拒绝，心里想着以后租店铺买设备得花不少钱呢。每天晚上卖剩下的糕点，齐浩川都会带走。我心里清楚，他这是拿去给赵玉婉吃了。第二天，我收拾好东西，拉着行李箱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狭小的出租屋，门突然被推开了。齐浩川气冲冲地走进来，手里一盒糕点劈头盖脸地朝我砸过来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他咬着牙问我，你之前问我的时候，是不是就知道阿婉怀孕了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爸也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你跟你妈一样，又狠毒又下贱，我女儿吃了你做的糕点，流产大出血进医院了。齐浩川难以置信地盯着我，语气里全是指责。我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你，你为啥还不满足？我就想给两家留个有身份的继承人，等阿婉把孩子生下来，咱们还能跟以前一样。你为啥这么心狠手辣？他那眼神好像痛心疾首的样子，就跟做错事的不是他，而是我似的。我爸气的手指都在发抖。你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该把你掐死。他们硬拉着我去了医院，齐浩川一脚踹在我膝盖上，玉婉还在抢救，你给我跪下，就当给自己赎罪。我就跪在医院的走廊里，外面又冷又阴，就这么跪了一天一夜，直到赵玉婉醒了，他们才不管我了。病房里，我爸哭得老泪纵横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！齐浩川握住赵玉婉的手，为了咱们的孩子，你一定要挺住。我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医院。这时候，网上已经闹翻天了。井号影后疑似吃毒糕点生死不明，井号这个话题迅速火了起来。很快，我的直播间和账号都被人扒出来了，网友们在评论区疯狂骂我。我关掉评论区，头也不回地赶到汽车站，在最后几分钟赶上了那辆离开的车。齐浩川回到家的时候，屋里冷冷清清的，垃圾桶里有个东西一闪一闪的，发着银光，一枚婚戒就安安静静地躺在垃圾桶里。他惊讶地把戒指翻出来，
垃圾桶里还有一张购物小票。堕胎药这3个字一下子击垮了他所有的理智。他捏着小票跑到楼下药店，抓着售货员，声音都哑得不像样了。我老婆是不是来买过堕胎药？是不是？售货员想了想，说7天前的那个晚上吧。他还带着点嘲讽的笑，说本来我都不营业了，她在外面一直哭，一边哭一边说她老公出轨了，我才卖给她的。齐浩川失魂落魄地回到医院，他刚想推门，就听到了赵玉婉打电话的声音。声音不大，可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，让人后背发凉。爸，我其实没流产，就是想把赵岩逼走。他一下子愣住了，僵在门外，连呼吸都停住了。病房里，赵玉婉接着说，我早就知道那个小贱人是浩川在外面的女人，他走了，就没人跟我抢了。停了一下，他又撒娇似的说，你也不想你未来的孙子没有爸爸吧？齐浩川一脚踹开了门，气得不行。赵玉婉，咱们离婚。你胡说啥呢？我们都有孩子了。赵玉婉正坐在床头，动作顿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镇定。我们可是有结婚证的，赵岩跟他妈一样，就是个第三者。齐浩川的脸变得又扭曲又阴沉。他一心想着要让和赵玉婉生的孩子名正言顺，所以弄了个假结婚证给赵岩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赵岩才能这么悄无声息，啥招呼都不打就从他身边走掉。要说罪魁祸首，那肯定是赵玉婉。他眼睛死死盯着赵玉婉，声音低沉的就跟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似的。你别太得意。赵玉婉站起身，朝着他走近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别得意。齐浩川，你搞清楚，我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，稳稳当当坐在你老婆的位子上，你凭什么跟我提离婚？他这话就跟一把把锋利的小刀，一句句扎过来。齐浩川的手一下子抬了起来，可又停在了半空中，拳头一会儿握紧一会儿松开。他转过身，用力甩门走了，那门板被震得啪啪直响。不管齐浩川心里有多窝火，我已经在这个旅游小城安了家。这小城物价不高，我拿着手里的钱盘下了一家店面。我特意找人定制了好几个城市古建筑样子的模具，好多游客都被吸引过来买。有一天大清早，我去开店，发现店门口泼了一大片黑乎乎的脏水。我拿水管把脏水冲干净后，看到地上有用那种特殊笔写的字，贱人小三，毒糕点害原配。我当时就愣了一下，接着马上转身从后厨拿来喷枪，一点一点把地上的脏东西冲掉，又拿刮刀把那些字刮掉，整整弄了1个小时，手都酸得直发抖了。可我还是把地弄得干干净净的。弄完之后，我盯着那干净的店门，啥都没说，就叹了口气，转身回店里接着干活了。接下来那些日子，我心里想着可能要迎来一堆麻烦事儿，本来都打算关门回家，只接一些老顾客线上的订单了。可奇怪的是，1个星期过去了，啥事儿都没有，风平浪静的。等我回去开店的时候，没想到有一天打开店门，居然看到齐浩川站在门口。他没再穿之前那身工人的衣服，而是穿着件大衣，脸色看着特别苍白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好像都没好好打理过。他看到我也愣了一下，嘴巴动了动，但是没说出话来。我直接走进店里，开始搬货。他跟在我后面进了店，低下头帮着收拾那些包装箱。他动作看着特别生疏，但是收拾得很仔细，把每个箱子都压平叠好，然后放到一边。糕点蒸好了，我满头大汗地从烤箱里把糕点端出来，他赶紧凑过来帮忙摆盘，那动作笨手笨脚的，有好几次差点把糕点给碰掉了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啥都没说，就把托盘接过来放到柜台那儿。
他就跟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似的，赶紧把手缩了回去。店里营业的时候，他站在一旁帮着给客人装袋子。有客人问：“这是你老公啊？”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不是，店里帮忙的。”齐浩川愣了一下，笑得有点僵硬：“对，帮忙的。”晚上关店之后，他跟在我后面，一声不吭地帮我把店门锁好。到了我家门口，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：“老婆，我跟他离婚了，咱们重新开始，行不行？”我把钥匙插进锁眼里，停下手上的动作，转过头看着他：“别叫我老婆，齐浩川，我记得咱俩没结过婚吧？”我这句话就跟一盆冷水，哗的一下泼在他身上。他愣了一下，伸手挡在门口：“阿言，那时候他得了癌症。”我以为。我没等他把话说完，直接把门关上，还上了锁。隔着门板都能听到他用力砸了一下墙，扯着嗓子吼：“阿言，我是真的爱你。”没过几天，网上就出现了齐浩川写的一篇长文章。他说赵玉婉才是那个插足的第三者，糕点那件事儿也是他策划的，还附上了好多证据。评论区一下子就炸锅了，全是骂声。很快，我爸开了直播，对着镜头把齐浩川一顿大骂。我女儿还怀着他的孩子呢，他居然不要脸地跟他的私生女混在一起。弹幕也一下子炸开了，有人骂齐浩川，也有人指责我。不过评论区还有些人挺好奇的，那个古法糕点好不好吃啊？想尝尝，求个链接。我盯着这些评论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就笑了。这波热度不利用一下太可惜了。我就一个个回复：在小城商业街有个古法糕点店，欢迎大家线上订购，也能来线下尝尝。大清早，我低着头正忙着把糕点装盒，齐浩川手里提着个保温壶，站在厨房门口，说话的声音小心翼翼的：“老婆，你早上没吃饭吧？我熬了红枣粥。”他眼睛瞅了瞅我的肚子，眼神里带着点不安，还带着讨好的意思。我压根儿就没抬头搭理他。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看我一直没反应，只能把保温壶放在桌子边上，灰溜溜地退到一边去了。你要不要歇会儿？我能帮你装盒子。他试探着问，手都已经伸向一个袋子了。用不着，我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，手上装盒的动作没停。顺手把封好的盒子递给旁边的阿姨，这是第3批，先送到后厨去。都怪这一对渣男贱女，这2天店里订单一下子多了好多，我不得不又多找了些人来帮忙。齐浩川张了张嘴，像是想说点啥，可最后啥声音都没发出来。他站了一会儿，看我根本不搭理他，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店铺。他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我家门口，手里提着饭菜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：“阿言，吃点吧，你这么拼命工作，身体会累坏的。”我头都没抬，就从他身边走过去，把门关上了。他站在门口，叹了口气，可又不敢硬闯进来。我突然就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的事儿了。齐浩川特别不喜欢吃我做的饭。他一会儿嫌番茄太酸，一会儿又说我买的肉不新鲜。我因为这事儿自卑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后来他老是在外面吃饭，回家还假装是加班累得没胃口。那时候我还以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，可现在再想想，只觉得太可笑了。我的古法糕点慢慢有了点名气之后，齐浩川又来找我了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表情特别严肃：“阿言，我不想看你这么辛苦，把糕点的方子授权给别人吧。我来投资开连锁店，你啥都不用管，分红都给你。”我看着他说：“授权出去，然后让你觉得我自己没本事把店开好吗？”他急得直摆手：“不是，我只是……齐浩川，你从来都没觉得我能做成什么事儿，现在也别装了。”我冷冰冰地打断他，推开他挡在门口的身体，
直接走回店里去了。晚上，我点开了赵玉婉的直播，她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。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抢了我的丈夫，我这孩子还没出生呢，就没爸爸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打开手机直接进了直播间。抢你丈夫，明明是你先插足的吧？观众一下子就炸了，直播间热度一下子就冲到第一了。我拿出几张截图，是他和齐浩川在婚内亲密的照片，还有齐浩川给我发假结婚证的聊天记录。这就是你说的原配？赵玉婉，你要不要解释解释？直播镜头里的赵玉婉脸一下子就白了，接着又变得通红，气的声音都在发抖。你故意陷害我！我冷冷地盯着屏幕，证据摆在这里，你说谁陷害谁？赵玉婉撑不住了，匆匆关了直播。我没停下，顺势介绍起自家的糕点。大家别忘了，直播间的链接里可以买到我家的点心。没过多久，各种询问产品的信息占满了弹幕。我嘴角带着笑，把镜头对准了各式各样精致糕点，品质保证，原配亲自制作。弹幕瞬间刷屏，支持老板娘。这个剧情比电视剧还刺激，快给我来10盒！流量的暴涨吸引了一批投资人的目光。第二天，闻讯而来的投资人开始找上门，想要合作扩张连锁店。我最终决定与一家注重品控的企业合作，开始筹备全国范围的门店铺设。为了保证每一块糕点的口感，我从配方到制作工艺都严格把控。第一次投资人考察结束后，有人笑着对我说：“老板娘，你比我们见过的大多数企业管理者都专业。”这句话让我难得开心起来。这是妈妈留下的配方，也是我亲手撑起来的事业。我绝不允许它有一丝一毫的瑕疵。这一年年末，我已经站在糕点行业的巅峰，公司市值突破100亿。年底，我应邀接受一家知名媒体的采访，录制了一期个人专题节目。摄像机前，我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。主持人问：“您能谈谈创业的动力吗？”我笑了笑，开口道：“高中没毕业就被赶出家门，后来干过保洁，摆过摊，再后来我被小三，却靠着妈妈留下的秘方，一点点白手起家。不是所有失败都值得原谅，但每一次跌倒都可以成为新的起点。我没有回避过去的失败，也没有掩饰曾经的窘迫。”话语一出口，主持人愣了一下，接着露出赞许的微笑：“您是许多人心中的励志榜样。”采访播出后反响热烈，社交媒体上我的视频切片铺天盖地，网友们的评论不断刷屏，励志天花板。这才是真正的逆袭人生。晚上，我回到别墅区，远远的，我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影，灯光打在他的脸上，那是赵玉婉。她的头发凌乱，手里握着一把刀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我，脸上的扭曲表情让人不寒而栗。去死吧！她忽然发出尖叫，提着刀冲向我，眼神里满是疯狂。我的脚步一顿，心脏猛地一紧。然而，就在她离我不到3步远的时候，一个黑影猛地从旁边冲出来，挡在我面前。刀扎进肉里的声音清晰可闻，是齐浩川。他闷哼一声，捂着胸口，鲜血迅速浸透了衣服。他的身体晃了晃，强撑着站住。赵玉婉愣了一下，刀从手里滑落到地上。下一秒，他忽然开始笑，笑声尖利刺耳：“小时候，爸爸爱你，要不是我撒谎，说因为你我才得了癌症，他才不会赶你走。”他一步步后退，脸上笑得几乎抽搐。后来，我以为我赢了，有宠我弟爸爸，有爱我的丈夫，结果呢？他突然指向齐浩川，恨意满满。他和我结婚只是为了生个继承人，还居然想着和你白头偕老。他瘫坐在地上，双眼无神。
身下流出透明的液体，声音渐渐低了下去，像是在喃喃自语：为什么？为什么小三的女儿能得到一切？为什么我必须成为你们爱情的牺牲品？地上2个人的鲜血交织在一起，齐浩川跪倒在地，用尽全力抓住我的手，他的嘴唇微微发抖，眼中满是泪水。赵岩，对不起，我只想和你过平凡的夫妻生活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用力抽回手。平凡？我嗤笑一声，后退2步。齐浩川，你永远不会懂，平凡从来不是求来的。我转身拨通了救护车和警察的电话，没有再看一眼倒在地上的2人。后来听说，一个因失血过多死亡，另一个一尸2命，都没活下来。就在我成功稳固了公司，媒体的热度逐渐散去时，父亲却再次出现在我面前。他满脸疲惫，但眼神依然充满了贪婪。赵岩，我知道你现在有钱有势，你把公司交给我管理，我们一起做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不为所动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记得当年你怎么把我赶出家门，怎么在外面的人面前羞辱我母亲的了？你女儿死了，女婿也死了，现在你该跪下来求我给你口饭吃。他的脸色一变，随即怒火中烧，握紧了拳头，声音尖锐：你就这么对我？你真不怕我？我从桌子上拿起手机，迅速打开社交媒体，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年他非法借贷的证据全部上传。他声音发抖，眼中的愤怒逐渐被惊恐取代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这些根本不可能被发现。我冷笑一声，手指在屏幕上滑动，轻描淡写的回答：你以为你的那些小伎俩没人会注意？齐浩川给我的，你们这些年所有见不得人的往来记录。父亲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去，像一堵摇摇欲坠的墙。赵岩，我可是你爸，你这么做只会毁掉我们一家。我嗤笑着摇头。一家？你曾经给过我家的温暖吗？还是给过我妈一点尊严？他怒吼着上前一步，试图从我手中夺过手机，但我早已提前把内容发送了出去。手机屏幕上的进度条完成的瞬间，他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眼中充满了绝望。你这个不孝女！他咆哮着，手指颤抖地指向我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维持这些付出了多少？现在全完了，全完了！他转身猛地撞开门，向外冲去。不到2个小时，警方发布了一条消息：赵某因涉嫌多项经济犯罪，在试图潜逃时被抓获，他将面临全面调查，名下所有资产也被查封。我在心里默默对妈妈说：妈妈，我终于替你讨回了公道。我转身走回灯光明亮的办公室，桌上摆满了新一季的公司企划表。我的未来才刚刚扬帆起航，